你离开叶嘉诚，跟他分手，我就考虑把灵鸟还给他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做不到的。好啊。石姐，喂，阿姨。喂，请问你哪位？我是易佩，你是叶嘉诚？易总，易总，你也在伦敦？石简和你在一起吗？你在哪儿呢？石简一直在找你呢。你等一下。喂，嘉诚，你在哪里呀？我昨天就到伦敦了，给你发邮件，你有没有收到呀？我现在就在你家里面，我和阿姨在一起。你在我家？哦，好，拜拜。嘉诚他已经回国了，我想立刻就回去。你回来就好了。你看你不在的日子里，你的这些花花草草，我每天都给它们浇水，就担心，要是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没把它们照顾好，你回来就会找我算账了。怎么会？这些花花草草看起来，比我走之前还要好。对不起啊，嘉诚，我不应该在你去伦敦期间怀疑你和宋小金的。其实是我不好，我当时不应该故意气你，脾气那么躁，没控制好情绪，害得你那么担心去伦敦找我。我一听说你出事儿了，又一直都联系不上你，所以我这心里面就七上八下，跟丢了魂似的。我就不管不顾，就想着一定要见到你，我心里才能踏实。谁知道在伦敦会发生那些事情？事情一切的发展和变化都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快，和我想象的也不一样。我当时想着好好参加比赛，拿了奖金回来之后呢，这样以后给阿姨治病的时候，我们手头就能更宽裕一些了，不是吗？我不在乎，你有没有拿奖对我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平安的回来就好了。可是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很重要。自辞职以后，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奖项上。我知道伦敦的事情对你来说打击一定很大，可是我们能不能先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，不要再去想了？因为灵鸟将来一定会被实现的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那个天台上，我向你指的那个方向？因为灵鸟将来一定会在那儿出现。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安慰我了。我没有在安慰你，我和你说过，未来我是可以看到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总把未来说的那么美好，你看得见吗？这一切都是你的假象，只是你的一厢情愿。好，就算灵鸟现在真的不属于你，但这也完全不阻碍你作为建筑师的发展。能不能先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，因为这些真的没有那么重要。灵鸟是我的毕业作品，你不是作者，你没有办法体会失去它的痛苦。你说的未来，也许你自己看得见，可这一切都离我太遥远、太渺茫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，我不想再说这些了，我只想一个人好好待会儿。师姐，咱俩比一局。好啊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石姐，你第一次开就开这么快，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事吧你？我没事。来，小心点。慢一点啊！怎么了？
好像有点扭到了。很痛。现在知道痛了。刚才开车的时候开得那么疯，你就不知道怕吗？谁让你不理我，还对我这么冷漠？我一生气就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你生我的气可以说我、打我，干什么都可以，干嘛非跟自己较真过不去啊？所以，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吗？其实嘉诚，我那天咱俩吵完架之后，我回去有认真想过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我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那件事情。林鸟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可如果现在一时半会儿真拿不回来的话，未来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，不是吗？所以，不管未来有多难，都让我陪着你一起走，好不好？闭上眼睛。嗯？闭上眼睛。手。睁开。哇，好精致、好可爱的小狐狸啊！不止一只，有2只呢。怎么不早一点拿给我呀？这是我当时在英国买的，看到它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莫名的想起了你，一直没有机会给你，送给你了。我喜欢。没能把奖杯拿回来给你，就送你这个了。奖杯不重要，还是这个好。OK， 就让这些都成为过去。我要重新开始。有几个理发师敢说跟照片剪的一模一样的？啊，你能？那你就是这个。因为脸不一样嘛。什么？啊，我是说啊，我特别同意您的观点。如果我能接到您这个活儿，我估计不久我也就住上大别墅了。这就对了。你要是想变成我呀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啊，对，是。我不想变成你，也不可能给你复制这个宫殿。高一飞，这活我们不接了，别跟他废话。哎呀，你傲气什么呀？就因为你会抄袭，我才给你们高总台阶下的。现在到网上查查你的名字啊，全都是抄袭。而且呀，是在英国，丢人都丢到国外了。我跟你说呀，要么你就利用这个继续抄下去，你还会有口饭吃；要不然，你就趁早离开这个设计界吧。哎，马总，不是你怎么说我都没关系，我是一个生意人，这嘉诚不一样，这件事情真的有误会。跟他解释什么呀？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不是嘉诚，哎，嘉诚，恐怕是解释不清楚吧？
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做设计了，我也不可能给你复制这个宫殿的。拿着别人的劳动成果，直接捡来自己用，这和拿走我设计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还有，高总工作室是做设计生意的，不是复制生意。你找错人了。嘉诚，高总，哎，你们这个到底唱的是哪出啊？啊，高燕斐那边工作谈得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，谈崩了。嘉诚，好了，我状态不是很好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。我觉得我们需要聊一聊，在工作方面，你一定已经尽力了。不，我压根儿就没有尽力。我要是真的尽力了，我就会把设计忘得一干二净，让它变成一个只是赚钱的工具。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而改变你的信念啊！如果它只是一份有酬劳的工作，那我继续坚持设计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为什么不可以从长计议去选另一份工作呢？当然不可以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不可以？我都还没有尝试，说不定一试就可以了呢。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试，因为你注定了要成为一名建筑师的。我100%可以很确定。你确定有什么用啊？我可以做一个好的建筑师，这样的话我都跟自己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可是未来谁知道啊？最后结果呢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真的决定改行去做别的，说不定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时候也不早了。到家以后，你给我发一个短信，不然我会担心你的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要不然太较真会适得其反。我走了。老婆，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。你现在应该是在庆功宴上哦。我才没兴趣呢，我现在啊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我相信以后你也一定会设计出更多更厉害的作品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你老公是谁。只要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有源源不断的灵感。辛苦你啦，老公。不辛苦。我觉得，我用几个月做完的一个设计，别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使用，这不等于是在改变世界吗？所以我要代表世界感谢你。喂，喂，是我。你们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早上嘉诚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现在已经开始质疑自己了？灵鸟这件事情啊，它表面上说是过去了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。有些人摔倒了是需要别人扶一把，而嘉诚呢，他摔倒了需要自己爬起来。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时间了。哎，那个高云飞，我问一下，那个宋教授他是不是嘉诚的研究生导师？是啊。那所以灵鸟这个作品是宋教授看着嘉诚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对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哦，我还不太确定。谢谢你啊，先这样，拜拜。小静，你在啊？主任，我跟他聊吧。好，那你们聊。你找我爸，是为了易茂的公事，
还是叶嘉诚的私事啊？如果是为了私事，我劝你放弃吧。我爸是不会为了你的几句话就被你感动的。没错，我来找宋院长，确实未必是一个好主意。我也不了解宋院长，或许他是一个非常疼爱自己女儿的好父亲。但我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又遇到了你，所以，我们不如就把话说开吧。为了一个叶嘉诚，你做这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世间你不累吗？只可惜啊，叶嘉诚他永远都不会念你的好。等到有一天你们俩分手了，你会发现，你当初为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多么的愚蠢。林鸟报复的事情，难道不就是你为了他而做的蠢事吗？为了他？还真不是为了他，我这是为了我自己。就算为了他，我也无所谓了。恭喜你啊，师姐，捡了一个 loser 回家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，你还这么上赶着。没有多少女人会喜欢这样的男人吧？听说你有未婚夫了吧？对啊，那又怎么样？追我的人还在排队呢。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难道你不想翻篇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吗？你应该也不会想，我每天都为了这个事情来骚扰你吧？我是真的很烦你。但是这件事情你们想翻篇，你们就翻吧。我的那一页，早都翻过去了。你已经让嘉诚成功的失去了拿奖的机会。灵鸟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没有意义，但是那是嘉诚的作品，那是他的心血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还给他。还？我为什么要还给他？还给他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只有看着你们因为这件事情受罪，我的心里才能舒坦。我为这件事情遭罪没有问题，但你究竟要怎么样才可以放过嘉诚？好啊，你离开叶嘉诚跟他分手，我就考虑把灵鸟还给他。果然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做不到的。好啊，你能说到做到，我就能说到做到。但前提是，你必须要提前兑现，并且让外界所有人解除对嘉诚的误会。师姐，你是真的爱叶嘉诚吗？还只是为了表现你有多爱他，连分手都愿意做？不光是分手，只要你能提得出来，我都可以考虑。可惜啊，我现在对他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。我就是想要看你在我面前低头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俩早就结婚了。不过我也要谢谢你，现在看起来，如果我们俩结婚，那一定是个错误。叶嘉诚这种有理想主义的骄傲男，是一定不会按照我们家给他设定的路线走的。我对他早都不稀罕了。不管我任何时候出现，你和嘉诚都是不可能的。是，现在这样的他出现在我面前，队尾我都不会让他站的。有才华就是一无所有，他跟别人比起来，差远了。可是他在我这里，他永远是最好的，他不需要和任何人做比较。而且我还想要劝你一句，如果你永远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话，你很难再找到真爱了。你说什么？劝我不自量力。英国发生的事解决了吗？不解决了。放弃了。在努力的放弃。太可惜了吧。
你接吧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叶嘉诚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接电话的。你们两个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啊！怎么，抱着这种侥幸希望的感觉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石简愿意跟你分手哎。孙小静，你不要打给我跟我说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。他刚才当面求我，他以为只要跟你分手，我就能把灵鸟还给你。怎么可能呢？你的石简真的太可怜了。不过我拜托你，请你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不管他怎么求我，我都是不会把灵鸟。喂。是宋凯之的女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欠你的那些钱，下次我专门给你送过去好吗？我今天实在是……你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。你为什么要去找宋小静？嘉诚，为什么要去找宋小静啊？我不是故意去找他的。你知不知道你跑去找他，除了送上门去让他羞辱一番，别的无济于事。你知道他在英国是怎么对我的吗？你现在又莫名其妙给他机会让他这样对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竟然拿分手去跟他换灵鸟的设计，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想法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我没有真的要跟你分手，我这么做是有我的想法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在一起，未来灵鸟一定会建造出来，所以如果短暂的分开可以换来让他消消气，可以让你重新振作起来的话，我觉得我是可以再等一段时间的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提以后一定会发生的那些事情啊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，你明白吗？我连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凭什么预知了我们两个的未来？我只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掉才对。不是我们，是我要跟这件事情做一个了断。这件事情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，你再这么做下去，只会雪上加霜。我知道了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的去看着你为我受到任何伤害。灵鸟的设计我可以不要，但我绝不能向苏小静妥协。你来多久了？哎呀，好饿啊，点吃的吧。师姐，你不是答应我，不会再拿灵鸟去做傻事了吗？你是不是让易佩去找宋院长？啊？我努力想让这件事情结束，可是为什么他总是反复出现在我生活中来警告我？你知道吗？我只是想让他安安静静的从我生活中消失，怎么就那么难啊？我知道你想让我振作起来，想让我振作起来有个新的开始，可是灵鸟已经丢了，就算他回来，我真的能够靠他平步青云吗？
我来是要和你解释清楚，不是石简让我去找宋院长的。你应该知道，我第一次见到灵鸟的时候，我就很感兴趣。而你呢，作为一个男人，真不应该对一个女孩子发那么大的脾气。一总，我在乎的不是灵鸟，而是石简。一个女孩子愿意用分手来作为代价换回你的理想，这听起来确实挺傻的。不过这么好的一个女孩，你应该感谢而不是责备。我越在乎她，就越不能让她这么做。你太把大家的帮助当成是一种负担了，你太敏感了。所有人都希望你能尽快地站起来，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败而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帮助我，尤其是你。你不希望看到石简伤心，对吗？我对石简的关心确实是多了一点，那是因为她是一个好女孩。不过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，我只是不希望看到她那么伤心。我是一个马上要结婚的人，我不会逾越这道界限。实际上，不管我对她有多好，不管任何人对她有多好，他不会为之所动，因为他的眼里只有你。现在，新郎可以吻新娘了。起来了？怎么了？做梦了？我做了一个美梦，梦里面我们没有吵架，妈妈的病也好了，她亲手把我送到你的手里，我们还举行了婚礼。可是现实中没有这么完美。现在不都挺好的吗？我害怕，梦是反的，对不对？刚才在梦里我就已经醒来了，可是我一直都不敢睁开眼睛，我怕睁开眼睛发现一切都是背道而驰的。心里背负这么多不安，所以梦里才纠结。都是因为我，对不对？我跟一总明确表示过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容不下其他任何人。
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我都只有你一个人。你要相信我。我不是怀疑你。难道你是在吃醋吗？所以，你还是很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灵鸟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不能接受易培的施舍，更不能看你在我面前受到任何委屈。我可以离开易茂，我是可以辞职的。天底下不是只有一个易茂，我辞职，工作可以再找，只要你可以打开你的心结。起来吧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你带我来这里，该不会是真的想带我看风景吧？前面有人在等你。谁啊？妈，妈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么远？很累吧？没事儿，妈妈是想出来走一走，坐一会儿。可是今天不是约了要去医院治疗吗？现在都过了时间了。妈不打算治疗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小姐，妈妈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里，好像世界就只有这么大。我现在想通了，我要把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用来享受生活。我要到世界上去走一走，看看更大的世界。妈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都说这些话？什么剩下的时间？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。等你把身体养好之后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看世界。我的复查报告出来了。我在想，我一直在手术，在治疗。我想了很多，既然无望，为什么要做无望的努力呢？剩余的时间，我要享受生活，我要出去看一看，我要去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。妈，这些结果都是暂时的，这根本就是可以改变的，我们不能自己先放弃。你别劝我了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。小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会陪你一起度过所有的难关。可是阿姨自己的意愿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去尊重？怎么了，嘉诚？我妈她一时想不开，你怎么也跟着一块儿糊涂呢？小姐，你错了。我想开了，我想得很开。现在想不开、执着的是你。你要是逼我治疗，我就消失，让你们永远找不到我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就算你们都接受，我都不可能接受。你气我可以，但你不能因为气我就站在我妈妈这边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俩的事情而影响我妈妈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刚才不帮着我说话呢？难道你真的想让她放弃吗？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妈妈，你也真的放弃吗？师姐，你听我说，其实这件事情只是什么？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？冲动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阿姨的心情我也理解。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你知道吗？我这次回来救我妈妈是做的最值得的一件事情。你根本就无法理解我失而复得的心情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接受失去她一次。这种痛苦你根本就理解不了。什么叫失而复得？小姐，
哎呦，妈！什么意思？你不帮我就算，我自己再努力一次。师姐。